我跟去的 hotel。好酷。我相信大家应该不会像我和艾玛那么傻犯这样的错误，但是还是想把这个故事分享出来。我们的计划是在12月13号离开了槟城，到达新加坡，在12月15号的凌晨搭乘飞机飞到日本的东京。到新加坡的观感也是很好的，这是在机场里面的吗？这就是那个瀑布。见识一下。不愧是花园国家，就整个到处都是各种绿植，然后整个环境也很好。是怎么蹦蹦跳跳？我们也听说新加坡的樟宜机场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景点，我们就在14号差不多4、5点钟乘坐当地的巴士，然后到了机场。到了机场果然也是名不虚传，有各种各样的商店、饭店，然后还有那个很有名的空中的那个大瀑布，就玩得很尽兴。然后我们在那边还吃了一家很好吃的福建菜，是上了米其林的，就一切都觉得好像很顺利，然后也玩得很开心。然后我们也在期待着到日本之后的行程。9点多钟的时候，我们就然后到了值机的柜台，就在那个档口，我就看到了柜台上面的那个屏幕上显示着，进入日本的要求是要打3针疫苗，如果没有打满3针，就必须要有一个 PCR test 的结果。当时就心里咯噔了一下，就之前我们是看到日本只要求2针，或者说是某个疫苗是只需要打2针，然后我们打的是辉瑞，所以当时就犯懒了，没有去打第3针疫苗。然后接下来就到了那个 check in 的柜台，然后我们就询问那个柜台的工作人员，他就说如果2针你要一个 PCR test， 然后你们赶快去做，离那个航班起飞还有大概3个小时不到一点，然后在机场的 T3 航站楼的地下2层是有一个诊所，那边可以做 PCR 的。然后我们就很急的，因为我们当时的航站楼是在 T1， 我们就很着急从 T1 去 T3， 放松了一晚上，在机场玩了一整个下午到晚上，心情都很好，然后就被这突如其来的消息就一下子惊到了。有一点就是樟宜机场值得夸赞的，就是它有那个 Skyline， 就是在各个航站楼之间就有那种列车，很快的可以把你接送，跑到了 PCR 的那个诊所。然后诊所的工作人员问我们，你们是什么时候坐这个飞机？然后我说是第2天的12点10分。然后他就说那你肯定来不及了。医务人员解释，他说我们这边是每天早上7点把前一天收集到的所有的 PCR test 的取样送到当地的实验室去检测，所以无论如何我们都不可能赶上第2天凌晨0点10分的飞机了。然后我和艾玛一下子就慌了，就觉得可能日本的行程和酒店这些都会受影响。然后我们还抱着一点点的幻想，一点点的仅存的希望，想着回去再问清楚。回过去到了那个柜台，就明确了，如果想登机必须要有3针的疫苗证明，或者说72小时内的 PCR 阴性证明。知道就不可能坐上第2天凌晨的飞机了。冷静了一下之后，把那个机票给退了，退回来的钱也非常可怜，只有大概1/10的价格吧。然后第2件事情就是我们又拖着行李去做了加急的 PCR test， 机场的这个诊所做一次，一个人要195新加坡币，2个人的话差不多就要390-400新加坡币了，其实还是相当贵的。当时是有点担心的，毕竟在外面玩了这么多天，虽然人没有症状，万一携带了病毒呢，那不就阳性了吗？所以我们决定等拿到了阴性的确认书之后再买这个机票。接下来就要考虑过夜的事情了。当时的心情真的是沮丧到底了，就觉得不知道怎么办，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从新加坡去日本了。但还是强打起精神，我们就开始联系当地的一些酒店，打电话一个个过去问你们还有没有位子。一连打了3、4家，都说对不起我们已经订满了。直到打到了一家说还有位子，我们这里还有就是一个2张单人床的这种房间，如果你们现在赶快过来你还可以有。然后我们就赶快打车直接去了那个酒店，很幸运就那个酒店还有，而且它的价格其实比 Booking 上还会更便宜一点，69新加坡币一晚上。当然条件跟之前住的一些酒店肯定是不好比了，它那个房间很小，然后浴室很小，然后浴室甚至那个水都小的我感觉都没法洗脸。然后就睡到了第2天8点多9点多的时候，我就被艾玛喊醒了，就说快出报告了。然后我就一下子猛地从床上惊醒，战战兢兢打开，然后发现2个人都是阴性，太好了。然后我就非常开心，开始先把那个机票给订了。查机票的时候发现只有那个新加坡的库航还有2张票，但是就在我在那边
按步骤一步步往下准备买的时候，结果最后购买的时候付费失败了，完全没有位子了啊！这简直就是，好酷。就很焦躁。然后我们又开始查各个那个别的航班，我就发现别的直飞的航班要么就非常贵，要么就是那种要停1站2站，然后要在别的国家就是中转的。然后我们又不确定那个我们是不是可以就没有签证的情况下直接中转，因为有些航班它可能涉及到一个入境出境的问题。就在宾馆找了半个小时，就找不到一个合适的航班，然后我就非常绝望，我就再跟艾玛说，要不我们就选那个比较贵的航班吧。我记得当时好像是一个新加坡航空是有票的，但是一个人的价格大概就要3000澳元。然后艾玛当时还是锲而不舍，她就一遍遍的刷新着那个酷航的航班，结果突然就猛地刷到2张票了，不知道为什么是有人退了还是怎么，反正就突然刷到2张票，然后我就非常就精神一下子高度紧张，我就赶快就打开酷航那个网站买下了。然后买下之后，尽管说他网页上出来是确认了，但是我们一直没有收到那个航空公司发给我们的行程单的确认邮件，所以我们俩一直都是提心吊胆，直到十几分钟后终于收到了酷航给我们的行程单的确认书，我们俩的提着的心才放下了。刚刚在一个红灯区的酒店里面再次订完了去日本的机票，太惊险了。然后我们就直接也没有吃早饭，就拖着行李。红灯区的 hotel， 我们可能是唯一过来只睡觉的人。先到了新加坡樟宜机场，还去那个机场医院打了2份检测报告，还在那个樟宜机场的 lounge 订了3个小时的休息。现在整个人放松多了，睡了大概2-3个小时，一直到晚上大约7点多可以开始 check in 了。然后我们就还是有点紧张的，战战兢兢的去了那个酷航的 check in 的 gate， 把材料都给了那个工作人员，然后工作人员说都没有问题，你们可以进去值机了。然后我们悬着的心才放下来，真的是一个很不一样的经历吧。因为我和艾玛以前出去旅游的时候，我们2个总是会尽量把能准备的事情都准备好，但是这次旅游跟之前隔了这么多年，然后而且我们平时也比以前年轻的时候更忙了，所以这次旅游确实就是最大的错误就是没有花很多心思做准备。Forget the list of all the do's and don'ts. I learned the things you love and hate the most. Ain't that how love